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好，我们刚才特别提到说，川习会之后呢，中美现在达成了共识啊，是休战1年，暂缓1年所带来对于双方的影响。而首当其冲的，当然最近大家看到是安氏半导体的风暴。怎么说呢？因为呢这场原本是荷兰挑起啊，声称是因为国安理由那所发动的这个企业接管行动，现在却让荷兰里外不是人啊。因为先前呢，荷兰政府信誓旦旦说他们要接管安氏是基于司法调查，强调跟政治无关。可是没想到这个白宫呢自己跳出来承认说，根据川习会在会谈期间所达成的框架共识，那么安氏半导体呢将恢复对于中国大陆的晶片出货。这证明这就是安氏之乱呢，根本就是在美方的压力之下，哈，最后变成了一场政治交易。现在荷兰里外不是人哈，当然大家现在在看的就是安氏会不会只是一个个案，这个个案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哈，在处理未来万一又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做？这个部分朱老师怎么看？好，首先我们先看到就是说这一次川普他的公布的这个协议哈。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原来安氏科技它就是说，在安氏半导体在荷兰政府介入之下，停止向中国大陆出货。然后后来应该这样讲是，他在这个荷兰政府介入之后，他更换了他的执行长，因为他原来的执行长就是文泰科技的这个创办人嘛。对。那么后来他一旦更换了这个执行长之后呢，中国大陆的文泰科技就停止向荷兰供货。那么作为反制的反制，那么安氏半导体呢也停止向中国大陆供货，所以两边都停住了。那当然这一次这个川普的在这个川习会后的宣布，就是说中国大陆会恢复向荷兰供货。当然，因为他们现在提供的是所谓的基础半导体基础晶片是提供给非常多所谓消费性电子产品啦，或者是汽车使用的这个晶片。对，所以他们直接影响到了很多汽车厂，都成熟制成的，包括像这个本田汽车，就已经在这个墨西哥厂就准备要停了。那你上日产，他是说他到11月的第1个礼拜就准备要停了。那所以川普是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做了这个宣布。可是为什么说让荷兰政府很尴尬呢？因为荷兰政府原来是说是基于这个公司内部治理的问题去做了这个介入。那么现在一揭露，原来这个是背后是美国的这个操盘，因为它其实原来荷兰介入是要避免这个安氏半导体，因为文泰科技被美国政府制裁之后，它也被美国政府制裁，所以他现在就是说，荷兰政府介入之后，它就不是文泰科技的。荷兰政府还是个主权国家吗？对，所以他的问题是源头是出在他不希望被美国政府制裁，当然也有美国政府背后的一个压力，就是说希望他避免这个安氏半导体成为这个中国大陆可以跳出这个制裁的一个巧门嘛。对，所以其实我们讲说安氏之乱哈，它不只是现在让荷兰觉得自己里外不是人啊，是变成了像外交上的一些风暴之外，其实它直接像是刚刚左老师所提到的，它重创了欧洲的整个汽车产业链啊。因为呢，安氏的产品啊，它是以成熟制成的晶片为主。那外界很多人都会以为呢，成熟晶片呢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些看起来是比起高阶晶片来说，它算是中低阶的这些成熟制成的晶片呢，却是车用跟工业晶片的命脉。进一步细看到，安氏的产能有将近80%都在中国大陆的安氏半导体。结果安氏被中方暂停了广东工厂的出口呢，就等于失去大部分的后端产能，也导致整个欧洲汽车供应链陷入了断链的危机。当然，现在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赶快解决，不然刚才也提到了，像尼桑啦，像一些这欧洲的一些大的车厂啊，哇，没有这些晶片怎么生产汽车？好，美国跟全球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忽略了成熟制成晶片的重要性跟它的影响力？黄老师，您觉得？其实大家对于成熟制成这个晶片，可能对字面上有点误解，说这个好旧啊，这个好像没啥人要用。但其实，在车用晶片或一些特规的晶片上面，成熟制成它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它稳定，它可靠，然后它的封测标准都是验证过的。再者，这个整个晶片的产业链里面，成熟制程可以说是整个晶片的最后一里路。那最后一里路走不好，你前面做的再好，那都是假的，你做不出最终的产品把它出去，对不对？那所以呢，
今天不止整个汽车产业链，其实包含其他的控制器等等工业用的晶片，家电也是哈。家电有些也是使用这种成熟制程，因为它成本低嘛，你不可能今天我家电我装个 Blackwell 把它塞进去，对，然后说 AI 用不到那种算力，也没有那个电力，对，所以其实这个成熟制程晶片，大家放着放着，其实早年很多成熟制程慢慢移转到中国去下线开片之后，导致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各国都要去重视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也是渐渐的这个依赖性一旦形成了，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产能占了全球，刚刚特别提到将近90%啊。当你突然一下子没有的时候，全球都慌了，就整个乱了套了。是，就包含其实各种原物料，像早期的日本出产的氢氟酸等等，也都是一样的问题。我今天只要一个关键性的产品被某个国家在供应链上面掐死那个节点，都是非常非常危险，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汪老师，那你接下来怎么看哈？就是中国现在我们刚刚讲卡住了80%的后端产能啊，那现在慌的是荷兰，因为他们想办法要解套。现在除了传出说呢，有被要求要恢复前执行长就是张学正的职务之外哈，当然这个美方的压力之下呢，我们也看到荷兰的艾斯摩尔，其实在 EUV 这个部分呢，它的出口是被管制的，甚至是被限制住，没有办法卖给中国大陆哈。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变成可能的谈判交换筹码之一呢？我觉得在短期上其实荷兰的解套这件事情，它本身比较复杂，它会升级到整个国际关系上，然后还有整个政治协调的筹码上。但在短期上，可能要做适度的让步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与其说是荷兰政府解套，应该说现在的在于说欧洲汽车同业工会他们如何去表态整件事情。所以未来很明显说，至少中长期从1年半个月后到1年这段时间，他们必须不断的去捞各地剩余的产能，至少先补足他们目前欧洲残存的车用晶片不足的这个问题。所以可能多极化的供应链表现会可以减少在政治协商上面的一些损失。那至于能不能解套，这还是得看我们川普如何去发话，以及如何去走下一步。OK， 这个问题同样的想请教一下林老师，您又怎么看？因为接下来对于荷兰来讲，他要想办法先是解套，不然的话影响到是整个汽车的供应链。我觉得其实今天的这一个整个我们讲的安世之乱啦，对于欧洲国家或者对世界国家来说都是上了一课。就是我之前其实全力去支持你美国政策，可是你现在美中关系感觉上看起来还是有点改善了，缓和了。那我变成是不是里外不是人？那是不是我之前面所说的会变成我日后跟中国进行贸易上面的包袱？这一块其实是现在各国大家会去思考的。那我个人会认为的就是说，荷兰它当然其实我们常说荷兰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知名的品牌或什么的，跟中国这边的一个互动性其实是很强的。那这件事情如果既然上升到国安跟外交的等级，那现在解套也会是回归到国安跟外交的等级，对，会变成的是就商业归商业。那你刚刚其实黄老师有说是不是会去搜刮一些他其他的产能啦？那除了这一些之外的话，我自己会认为的就是荷兰或者是其他这些欧洲厂商跟中国这边的一个对抗，应该没有办法去太持久。因为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固然现在感觉上好像是要说这一个非红供应链啦，或者是什么，或许在军事上，或许在安全上是有可能去达到的。可是你在一些民生用品，在一些供应链上面，要能够完全的去跟中国去划分界限，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那当然，今天这边也会去取决于说，今天的一个美中的进程，或者是中国之后对习近平来讲，他要不要利用这一个机会来去跟欧洲这些国家去进行一些新的互动，因为这些互动是有可能会去让双方都去解套，对，甚至是对于荷兰来讲，他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去摆脱目前的一个困境。其实我想进一步请教您，因为我们刚刚特别点到了荷兰在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中美角力当中的尴尬之处哈，原本就是可以说是棋子吗？或者说当成一把刀借刀杀人，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缓和了之后呢，就被放在一边，或者说现在问题摆在那边，你必须想办法解决。然后白宫方面呢表态说，要恢复安氏晶片出货，而且呢暂停实施刚刚特别提到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也就是说当初逼迫荷兰出手对付安氏的这个杀手锏，现在破功了。那破功之后呢，想办法要收拾残局嘛。那美方这一步棋呢，看起来好像是对中方
大举让步，但是就是把荷兰拖进了一个更尴尬的位置哈，因为荷兰现在得罪中方，可是又不能得罪美方，这就是荷兰现在的尴尬。那更尴尬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安氏的母公司文泰科技，他们已经正式的要求荷兰政府恢复前执行长张学正的职务啊，作为重新开放中国工厂出口的前提条件。所以可以想见的是，张学正的职务应该很快就会被恢复，对，是不是？我会觉得是会那个尽快会恢复。所以变成夹心饼干的荷兰啊，刚刚你已经点到了他们的尴尬哈。那接下来在处理这样的一个尴尬的过程，总不能说，哎，这个之前都是一场误会吧？这边的话，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千错万错都是川普的错，或者是说，其实就荷兰来讲的话，今天就变成是中国要不要抓住这个议题去，你要说软土生绝也好，或者再去针对荷兰穷追猛打。因为我自己其实在看一整来说，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或者是他的一个贸易政策，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停，因为这一个东西其实倒不是我今天把荷兰赶尽杀绝，对中国没有好处，反而是现在适度的停手，会让未来更多的欧洲的国家或厂商，他不会再 all in 去挺美国。反而是我是不是要双面下注？在我支持美国政策的时候，是不是我自己跟中国这边也要留一个后路？我会觉得，就一个长远性来看的话，那个或许川普他只是为了他的其中选举或者是之后，可是对习近平来说，他要会想的是更长远的中国整体的产业。我会觉得在这一块，或许中国这边是有一些可以让步的空间，不要那么一个穷追猛打。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美方把这个状况给搞出来了。那荷兰现在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可是总不能让荷兰自己去面对这个残局嘛？你觉得美方会出手吗？我觉得美方的一个出手，或者是今天美方就是说暂缓1年了，那什么时候我们1年再说？那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你荷兰你可以拥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自主权，但是在这一块的话，当然还是要再去看川普在这一边的一个整体跟中国这边整体的一个互动。所以其实这里的话，还是我说的，就是对各个国家都会是一个警惕。对老师有没有要补充？您觉得接下来的后事？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已经任命了新的执行长，所以这个新的执行长用什么理由让他下来呢？这就更尴尬了。那当然，所以他变成荷兰必然要完成他的所谓的司法调查。对，那司法调查要有个结论说，这个之前这个替换的决定可能是违法的，或者说发现这个原来所担心的事情不存在，那么就结束他的调查，那么再做职务性的调整。我觉得这个因为任命了这个新的执行长，所以会比较复杂一点。所以现在让这个局面变得更加复杂，所以常听到一句话，古人有说“三思而后行”啊。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